大家好，我是小明。最近有朋友想做一个可以放置拍摄道具用的小柜子，我想了想，决定做一个双层带活动抽板的。那我们开始吧。今天要做的柜子是长24英寸、高18英寸、深12英寸，每层9英寸。因为锯片本身有厚度，所以每次切之前都要量好尺寸。量好尺寸之后，我们先来切柜子的侧面板。我选用的是松木，松木是软木，制作难度较低，价格也相对硬木更低。虽然没有胶合板使用寿命长，但更美观。木板本身有很淡的松木香气，做小家具是很合适的选择。第一块侧面板切好后，我们只需要把2块木板切口对齐叠放，用夹具夹紧，然后用锯片比着第一块侧面板的边缘切，就可以得到2块完全等长的木板了。侧面板切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开槽，这样柜子的活动抽板就可以卡在凹槽里面了。我用的是手持修边机进行开槽，量好轨道位置，我们就可以开工了。第一块侧面板的开槽效果还不错，接下来就是如法炮制，这样我们的2块侧面板就做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切2块24英寸的木板作为柜子的上下两面，具体的操作流程和切侧面板完全一致。然后我们用直角夹具把下面板和侧面板夹住，就可以开始拼接柜子了。柜子面板的拼接，我选择用螺丝和1/4英寸的插入圆榫。本来是想用燕尾榫，但是台式开槽器用的还不太好，因此作罢。柜子下面板和侧面板接好之后，就可以开始拼接上面板了。具体流程和之前完全一样，因为螺丝离木板边缘很近，所以如果有条件，一定要打导孔。
柜子的4个面接好之后，别忘了量下2个侧面板凹槽的距离，然后把活动抽板切出来。接下来就是柜子的打磨，这一步其实是最费时间的。我用的是80和120亩的砂纸，打磨的时候别忘了边边角角。最后，我们给活动抽板上一点蜡。由于活动抽板没有用滑轮槽，因此凹槽处的润滑会让使用体验好很多。待活动抽板的2层小柜子做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期见。